又到了每周一度的洛基时刻，而本周的第5集可以说是将这部剧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在神圣时间线分崩离析的关键时刻，洛基成功掌握了可以穿越到任意时间地点的方法，而结尾的 I can rewrite the story也代表洛基又上升了一个高度，即将进化为洛基的最强版本故事之神。具体关于故事之神的介绍可以观看我的上期视频。在拥有了穿越时间改写故事的能力之后，洛基也将带领着 TVA 的众人拯救多元宇宙，而且在本集中也还填了许多之前埋下的坑。进行违法活动的凯西，在纽约当医生的 B15， 最让人惊喜也让人满意的，当属在专卖店当销售员的莫比乌斯，终于骑上了他心心念念的摩托艇。另外在本集中最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关于 OB 的部分。在刚开始的第1集解析视频中，我根据 OB 不眠不休的工作以及没有被清除记忆，推测他可能也是康所制造的一个意识生命体，只不过不同于时间小姐，她拥有了一副躯体。但现在来看，我是被完完全全给打脸了。 OB 原来也是有着自己的生活的，而且还是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物理老师。他的表现也和在 TVA 时一样，非常勤奋且永远积极向上，并且他的天赋也非常的高，简直高到夸张。仅靠听洛基的讲述就理解了所发生的所有事，就依据一本手册就发明了时间平板这种未来科技，而且从无到有仅花了19个月的时间。关于 OB 还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点，那就是他所在的工作间和 TVA 中的非常相似，或者说就是同一个。 TVA 中他的工作间可能就是当初康从这里搬过去的。本集的剧情方面没有太多可解析的，整集都在讲洛基如何穿越时间从而拯救时间线，并没有难以理解的地方，但这恰好也是漫威秀肌肉的地方，一整集都在讲述一件事而不让人感到拖沓，反而能给人带来一种紧迫感。谢尔维在唱片店的这一段更是将视觉与听觉完美结合，让人恍惚间竟然有了一种在看快银名场面的感觉。说完了剧情方面，接着让我们再看本剧的细节。首先我们能看到的也是必须知道的，就是无论是凯西、莫比乌斯或者 OB， 他们的故事全都发生在时间支线上，那既然是支线，则代表了他们还有更多的可能。接着我们看下个细节，在洛基刚发生完时间溜脱后，镜头特地从远拉近，故意让我们看到了牢房中的这个小板凳。注意到它有什么不同了吗？这里的这个小板凳竟然是完好的，而我们知道这个凳子在第2集的时候就被压扁了，甚至到了第4集中，这个被压扁的凳子还在。那为什么到了这里又复原了呢？其实剧中也给了我们答案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故障安全模式。如果光看剧的话，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模式的工作原理，但我打个比方你就懂了。我正在制作一条视频，做到一半，我将视频的工程文件保存备份，接下来我继续完成这个视频，但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并且在我的工程文件上进行了破坏，连我自己都无法再复原。这时我就可以拿出之前备份的文件以继续工作。这便是 TVA 中的故障安全模式的大致工作原理。当时间引力爆炸后， TVA 内预先设定的程序就将 TVA 恢复成了之前备份的模样，所有人都已经重置到了来 TVA 之前的样子，所以整个 TVA 都显得空荡荡的。而且还有一件可怕的是，整个 TVA 已经被重置了，在上集中被关闭的时间小姐又被打开了。剧集里为了怕我们没想到这层意思，还特地的给了个时间小姐的特写。目前暂时不知道时间小姐在后面的戏份，但她绝对不可能会乖乖的让洛基等人进行计划，毕竟在之前的内容中，我们已经见识到了她狰狞的内心。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，那就是洛基穿越到莫比乌斯所在时间线的时候，他时间溜脱的动作和身后的气球达成了同步，显得有一种莫名的喜感。洛基去到了莫比乌斯的家里，莫比乌斯给他看了自己的摩托艇，上面有着 AC-7572 的编号。巧合的是，乐高编号为7572的玩具套装名字为与时间赛跑，而这正是洛基接下来要做的事。洛基和谢尔维去到了一家酒馆，在这家酒馆中，有一台街机上正运行着扎尼亚克的游戏，这是否在暗示着布拉德在之后还有戏份呢？又或者只是承接这个最末尾的彩蛋？另外剧中还有一个谜团等待被解开，那就是剧里的某些物品会凭空消失，先是酒馆的那杯酒，结尾的时候时间平板又不翼而飞，这其中又有着什么缘由呢？留给你们来解答。